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，节目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今天转述一个真实的事件，是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，我用他的口述汇总成文章讲给大家听。我是一名外地来广州打工的小公司职员，每天过着忙碌的办公生活。我们的公司办公楼有一个阴暗的地下车库，里面堆满了废弃的家具，是很多租房户搬走后遗留的。物业管理也不好，所以这些家具都被扔到了地下车库，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。这些家具堆积在地下车库里已经有好几年了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堆积物。这些旧家具有的被雨水浸湿，有的被霉菌侵蚀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有时候当我经过地下车库时，我会感到一股浓重的霉味，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。我曾经询问过物业管理，希望他们能够清理这些垃圾，但他们表示由于资金有限，无法处理这些东西，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。并且这个地下车库非常阴暗，由于灯光不足，只有几盏灯光点缀在车库的角落里，让整个车库显得非常阴森。每当我走在车库的角落里时，我感觉仿佛有一些东西在黑暗中等待着我，这种感觉非常令人不安，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全。我每天都会在这个地下车库里停车，这主要是因为它距离我的公司非常近，而且停车费用相对便宜。虽然这个地下车库环境很差，但是我可以省下很多停车费用。那是几年前，有一段时间我为了赶项目，经常工作到很晚。当我下楼来到地下车库时，我偶尔能听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，这是一个小孩子的声音，他在打球、跑动。我开始想象一个家长还没下班的淘气孩子溜出来玩耍的场景。我四处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，但是每次抬头寻找时，声音就突然消失了。我认为这个孩子可能已经回家了，于是放下心来。有一次，我按照声音的方向来到了车库的一角，那里有一个废弃的角落，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破旧的皮球，但是并没有找到任何小孩子。有一天又是加班到深夜，我下班后来到地下车库准备离开，我刚打算关上车门，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脚。我低头一看，发现是一个皮球，正好滚到了我的车门边。我的心情瞬间变得非常不安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皮球的来源，并且这毕竟是后半夜。这个地下车库一直让我感到阴森和恐惧，而这个皮球的出现更让我感到不安。我开始想象着一些灵异的事情，让我感到瞬间的恐惧，无法自控的恐惧，背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在我感到极度恐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鬼使神差地下了车，拿起了那个皮球。我环顾四周，试图找到这个皮球的来源，同时也想看看到底是谁在这个地下车库里。我惊恐地四处张望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。整个车库充斥着一种阴森的气氛，仿佛有一些东西在黑暗中看着我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了一个轻微的声音，仿佛是笑声。这个声音很轻微，但是让我感到非常害怕，声音好像能穿透耳膜，直达我的大脑。我转头看向离我最近的柱子，这个柱子离我非常近，大概只有3-4步的距离。就在车尾，我发现是那里传来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听起来非常像小孩子捉迷藏时的声音，但是在这个阴森的地下车库里，而且是在大半夜，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子在玩耍？我害怕极了，腿都是软的，但是还是大声给自己壮胆，问那个声音是谁。然而没有人回答我，只有那个轻微的笑声不停地响起。就在我准备丢掉那个皮球逃回车里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幕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。柱子后面的边缘露出了一只手，就像小孩子捉迷藏，但是顾头不顾尾。虽然身体藏着，但是手从柱子边缘露了出来，看起来只有6-7岁的样子，但是颜色却非常诡异，青白色的，毫无血色。我被那个青白色的手惊吓到了，我惊恐地扔掉了球，
甚至连车都没开就一路跑出了地库。回到家，整个晚上我都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惧。我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但是我越想，心情就变得越来越紧张。我无法忘记那个青白色的手和那个轻微的笑声。第二天，在和几个同事一起的情况下，我才敢去取车。当我走进地下车库时，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颤抖。但是这个地下车库变得非常平静，我没有再看到那个青白色的手和听到那个轻微的笑声。这个经历让我对那个地下停车场产生了极大的抗拒，我再也不敢在那里停车了。即使那里的停车费更便宜，我也会选择去路对面的露天停车场。后来的一次喝酒聚会上，我和一位本地同事谈起了那个地下停车场的恐怖经历。这位同事告诉了一件令我不寒而栗的事：在建造这个楼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钻进了工地，可能在玩捉迷藏，躲在一堆建材后面。不幸的是，一个大挖掘机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孩，在倒车时不慎碰到了一堆废弃建材，导致这个小孩被砸身亡。当时家长以为孩子走失了，来找过几次都找不到孩子。好多天以后，有人发现建材旁一个皮球，才终于找到了孩子。这件事才算最终有一个结果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